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 Shadowfax Earthen Plus 出品的 New 实习生，产品编号 KW-EP-00。这一个作品呢，说实话，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这个品牌跟这一个原创的可动人偶，是通过其他群发出来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这个东西还是怎么说呢，是我个人喜欢的这个审美吧，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开箱把玩一下它，看看究竟怎么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一个韩国的产品，但是所有的代工啊全都是在咱们国内。整一个素体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中规中矩吧，基本上都是一个包胶，但是呢这个包胶的材质说实话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来说的话，确实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整个高度大概在30公分，当然如果你换上它的另外一双像润滑鞋一样的配件的话，那会高很多了。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头雕。这个头雕实际上在观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面雕啊是非常可爱的，很漂亮。但是拿到实物了以后，可以看到它这个胶发确实做工非常差。首先在后方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刘海实际上还行，但是到了后面这一段，特别是这两边，可以看一下，而且发箍这边还有一个涂装的时候蹭上去的，应该是。再看一下背后，整个胶发的话，说实话，这个工艺，算中下游了。面雕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个的眼睛，包括耳朵，还有这边头发的一个刻画还算可以，而且它也是有配给大家一个可动眼，调节起来从这里，给它拿下来，是一个磁吸的。当然出厂的时候我这个磁吸掉了，这个估计基本上很多厂商做磁吸配件的时候都很容易掉，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因为我记得这个是开定好像是去年吧，反正出货也就近期。可动眼的一个调节杆它是比较的短，但是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手去扣动它。可以看一下整个的面雕实际上做的还是挺不错的，不过这个也要看个人审美。我觉得这个挺可爱，圆嘟嘟大眼睛，就标准的有点像韩漫里面的那种面雕吧。整体涂装也很不错。好，我们给它扣上去。这个磁吸实际上掉了也无所谓，可以安上去，它是卡扣形式，外加磁吸。头雕跟脖子它是分体的，而且呢，如果从下方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衔接处不是非常的紧，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脖子还是做的有点短了。正面看实际上还可以啊，感觉还行，特别是稍微头低一点啊或者什么的还没问题。但是从侧面看的话，就感觉这个脖子第一比较短，第二呢又稍微有点细啊，而且这个包胶非常非常的薄，脖子也是用了一个包胶材质，但是很薄。这是我至今为止把玩到现在最薄的一个脖子了，这个包胶素体。好，然后镜头我们往下来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衣服。首先上半身标准的，怎么说呢，算是又有点像 JK， 又有点像工服啊。可以看到这外面一件，然后里面一件衬衫，包括一个领带，这个领带呢是没有造型铁丝的。上半身的这个素体也是一个包胶素体。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做了这个素体的时候要做了一个身材比较下垂啊，但是我看封面或者是原画的那个身材好像不是这个样子，那他这个做的有点很明显啊。然后衣服的材质也相对来说比较手感比较差一点点，确实啊，这摸上去这个材质有点像那种1000左右的那种1:6可动冰原的那种服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松垮垮，而且摸上去质感也一般。然后看一下这边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夹在这个衣服上的一个工牌，这工牌细节还行，能看得到。衣服内衬还不错，这衣服的话呢，里面都是一个卡扣，小卡扣可以去脱掉它。来看一下背部，
背部看上去，特别是这里啊，如果你稍微低一下头的话，哎呀，这个脖子，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去修改一下，不然看上去有点奇怪。当然，如果你去戴他那个帽子的话，就问题大啊。然后镜头再来往下半身看一下，下半身的话，它这个就一个裙子啊，里面呢就是一个没有打底裤，就是一个内裤束体。但是它这一圈也是做的一个包胶，但是它不是一个一体式的包胶。腿部关节实际上比较松啊，这一个腿部也是一体式的一个包胶，包括膝盖部分。但是呢，视频当中可能没办法看得非常明显啊。这里可以看到啊，整个的包胶塑体横膜线会非常的明显。我估计找的这个厂家的塑体还是不到位，弹性也一般，很硬啊，非常硬。小腿身材比例倒还行，特别是这个腿长，看上去比较舒服，还是没什么问题。手型跟整个身体的色差还是有一点的，可以看一下，手稍微偏黄那么一点点。涂装还可以，灯光打下来还是有一点点油。然后看一下整个袜子跟护膝这里，都是可以自己去调节的，质感还不错。这两个配件还行。鞋子来看一下，一个增高的小靴子，左右旋转是没问题的，前后可以看一下幅度不大，而且这个可以去换啊，它也是个磁吸的，那个底啊可以去换成一个轮滑鞋，这一点会比较好啊，不然的话呢，你需要穿脱来替换这个鞋子的话会很麻烦。但是脚的这个可动确实差了一点了，基本上是没有可动的，只能去旋转。涂装的话还行，中规中矩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可动，镜头拉远一点。好，首先头雕可动是360度，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抬头幅度，而且脖子也有一定的可动，就是抬头这里可以看到，哎，缺的好多啊。低头幅度很大，左右也很大，头雕的可动是完全没问题，一点干涉都没有。手部，首先看一下抬举，哦呦，他在穿这个衣服的情况下，这个手臂的可动确实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已经基本上回弹了，可以看到。往前，这都是穿衣服的情况下，如果是纯素体的话，当然可动会再大一点。往后，没问题。手肘部分看一下，哇，这手肘太紧了。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这个衣服的折痕太明显了，它衣服很薄，材质很糙，就完了以后啊，就很容易褶皱。大臂旋转没有啊，包胶塑体，手臂前倾也有，没问题。胸腰可动来看一下，首先弯腰，幅度非常小，已经回弹了。往后的幅度还可以，可以摸得到这里的一个关节。左右幅度比较小了，这衣服每次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容易这个衬衫啊崩开来，还得重新再打理。左右侧腰也有，腿部因为它不是一个一体的，所以这劈叉一字马都没问题，就是关节很松，看到吧？前踢90度，可以再往上一点点。后踢也有，看一下屈膝，哇，很紧啊，带不上去，脚部的可动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哇，太硬了，我感觉只能到这里。地段式的鞋子咱们已经看过了，除了360度旋转，没有任何的功能。竖体可动一般吧。只能说勉强说及格吧，还可以。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配件跟外包装。这个配件确实也是我喜欢它的一个点吧。我们现在就来瞧一瞧。
好的，兄弟们，来看一下外包装，整个外包装还是比较轻的，可以看到正面的有一个贴纸，上面会有产品规格、整个重量跟整个纸箱的一个长宽高、品牌的名称。但是下方竟然会有 Made in China， 这东西不是韩国的吧？这我就，然后这边也是整个的产品名称。外包装我们来撕开看一下，整个牛皮纸运输箱打开以后就是内附包装，内附包装全新，它还会有一个薄膜，包装还是挺精细的，里面应该还有一层，我感觉。正面可以看到应该是那个像太空头盔一样的一个东西啊。侧面它的名字。背面就是厂家跟一些注意事项哦，生产地是广东，经销商还是有上海啊。来，我们来拆开看一下，撕开薄膜，一开始我看这个官图，它的配件还是挺多的，而且人物也是挺帅。然后我们来抽开，哇，抽开了以后内附包装，咱们来看一下，很漂亮，这个包装很有新意。我玩了那么多1:6啊，这个包装可能我超流病人玩的少吧。这边一张峰会卡可以抽掉，2个造型，一个是穿戴配件以后，一个是没穿。抽开，哦，哇哦！抽开以后可以看到一个说明书、主体、头盔一些配件。然后看一下第2层，哦，第2层是咱们的手型、地台跟配件。这地台而且可以收纳你的一些替换下来的东西，还是挺不错的。这边还有一个，全是韩文磁铁的一个配件。这我们稍后来看。整个包装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究竟做的如何。好了，兄弟们，配件来瞧一瞧。首先说明书，这说明书还挺厚啊，单面的。来看看，首先一个头雕的安插方式，韩文跟中文都有，这一点还是不错的。上面会有详细的一个文字描述。怪不得头雕要稍微长一点点啊，这个脖子。它因为要安装这个面罩，然后看一下这边，它是有卡扣的，还有这个后面的一个软胶线要连接，所以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来玩。然后可动眼的一个调节手持，然后地台的一个配件安装，搭载以后的一个造型展示。下面是一个纯素体的一个展示。确实它弯腰的幅度确实比较小，这个腿的话可以再掰的深一点点，但是需要很用力，而且它这个掰的时候也没有袜子跟护膝。好，没了，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也基本上给你都说明到了，可动配件搭载都有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手型方面手型方面给的也是挺多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戴着手套的一个手型，首先单独一个，来看一下这个手型，它这手指2根手指还是翻出来的，还不错。就是这个手套涂的好亮好亮好油，这应该是去触碰这个键盘的时候那个造型手，涂装就一般了。然后这边一个造型手笔叶的一个造型，都是一个软胶材质。接下来一对放松手，又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手型，上面有个磁吸的，就是去吸附这个照相机的，这一点也比较好，不用专门去握持，
握持的话呢，首先这种手型会非常的硬，磁吸而且非常方便。好，然后看一下螺手，螺手手型的话，除了主体手上的一对放松手，一共有3只。首先也是一个造型手，螺手的话相对来说会好很多啊，就算灯光下照也不会很油，指甲涂的也是非常不错，很亮。啊，然后也是一个握持照相机的一个手型，当中有一个磁铁。好，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敲键盘的手型吧，还不错。啊，然后看一下其他配件，首先，照相机一个，正面涂装还是非常不错的，有厂家的这个标志，还算不错。这边会有个插孔去插这一根线，这根线是插照相机，然后另外一头是安插在笔记本电脑上的。背后一个磁吸，我们来看一下磁吸牢不牢固啊？应该是，看一下怎么握持。它这个按照它的官图来握持的话，感觉好像这里要对准，不然还是挺难按的。能单独这样吸附上去，安插一下。啊，接下来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配件，就是这台笔记本电脑，下面也是有个磁吸点位的。啊，这个是吸附笔记本的，说错了。啊，这样吸的，不是握持这个照相机的，搞反了。吸附力度还行，可以看一下啊。基本上不去晃动的话不会掉。侧面的这个孔还有贴纸、细节文字都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屏幕这边会贴了一张小贴纸，键盘上是没有任何明文刻字的，还算可以。这边就是安插这个软线，挺牢。然后轮滑鞋一对，可以看很丝滑，替换上去了以后会高很多。咱们来看一下啊，先把脚底板拿掉，左右要对准，给它吸附上去。看一下，整体高度会高很多，大概高个1公分多一点吧。另外一头也是拔下来以后，但是你去吸附这个轮滑鞋了以后啊，你必须要有支架了。如果你单独站立的话，我试一下。单独站立也行，可以看一下，没掉，而且我这个腿还是有点弯曲的，没任何问题，再不错，挺牢固的。放一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头盔的这个配件。首先这是一个底座这2个孔就是安插这个软管的地方。涂装的话呢，一般只能说一般，没有其他的一个可动。内附也没有防剐蹭的海绵垫。顶部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面罩，亚克力的一个透明度还行，其他的涂装就一般。软管是真实材质，看一下背部，没有任何可动。安装方式的话是对准这2边卡扣，给它扣上去就行了。也有点可动，可以去旋转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安装的时候需要把头胶先拔掉。最后这个我一开始不知道是啥，总归还是要看一下部分磁铁的配件。磁铁脱落的话，去粘一下这一点它有考虑到，就像我刚刚这个面雕可动眼的那一块磁铁不是掉了吗？你可以去贴在这个磁铁上，再重新粘回去。这个商家还是挺贴心的，我基本上没有见过这个配件，很少。然后这个软线我们也来撕开看一下，看一下它的材质。就是一个绳子，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造型铁丝一样的，就是一个软绳，还行。然后最后一个白色的托章支架，
最后小地台，这个地台而且可以看到背部是有一个防滑垫的，很舒服，摸上去这个材质。看一下整个地台，挺大啊。然后配件的收纳，咱们可以从下方给它抠开来，可以看一下底部可以去放一些手型配件，唯独不能放的就是这个轮滑鞋，因为太厚了。里面也有一个防滑的垫子，很舒服。这边有厂家，还有人物名称。这个小地台是比较好的，可以收纳东西，通过螺丝给它悬挂上去就行了。好了，然后我把这个头盔给安装上去了以后，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下。好了，兄弟们，整体的这个头盔咱们也已经装上去了啊。整个的高度的话，会大概在35、34左右。我觉得戴这个头盔呢，没有裸头好看啊。官图我觉得还不错，但这个戴上去挺奇怪啊。但是拿这个电脑摆一些造型还是挺不错的。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吸附点，可以去吸附这个照相机，给它吸在上面。整体质感还行，吸附力度也挺牢，而且这个头盔的话呢也挺紧的，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官价的话啊，国内的代理一般在2200左右，包邮。然后现在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啊市场上非常少，然后我看闲鱼上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的。首先呢，它确实挺冷门，这个牌子我也不大晓得，但是把玩下来体验还算可以。整个包胶虽然说材质一般吧，但是它的牢固度跟可以看啊，我们不去用地台的话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它就是头稍微重一点，没有任何毛病。也算是一款中规中矩的潮玩吧，还算可以，能跟 UV 的一些1:6搭配一下还是不错的。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了，本期的开箱分享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